美国军舰进入中共划定的南沙岛礁领海，并罕见地公开不承认中共划定的南沙群岛领海范围。外界认为这是美军对中共山东号航母忽然出动的第一轮强烈回应。美国国土安全部向美国商业界发出警告，关于商业界在使用中国关联企业的通讯设备及服务时要小心，因为有关行动可能危及数据安全。乔治亚州共和党众议员格林表示，2021年1月6号的两院联席会议将是美国国会议员的最后一次努力机会，也是考验川普团队的试金石。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看本期的希望看新闻，我是婉婷。今天是美东时间的12月23号星期三，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最新消息。12月22号，根据中国网军报道，美国麦凯恩号驱逐舰进入了南沙岛礁临近海域，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。但从中共迅速的反应来判断，美国军舰应该是进入了中共划定的南沙群岛领海。随后，美军也给予了证实。美军罕见地公开不承认中共划定的南沙群岛领海范围，应该是对中共山东号航母忽然出动的第一轮强烈回应。同一天，美国海军发布了第7舰队的新闻稿，指出约翰·麦凯恩号驱逐舰在南中国海实行航行自由，在南沙群岛拥有符合国际法的航行权和自由。新闻稿还直接表示，挑战中共设置的限制，以维护国际法的自由航行权。美军还表示，与外国军队的所有互动均符合国际准则，并且不影响行动。这也印证了中共的报道称，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进行警告驱离。从双方公布的信息来看，美国驱逐舰与中共的海空兵力曾近距离接触，但并未发生擦枪走火。美军完全无视中共的抗议举动。中共军队眼看美军在划定的领海活动，确实没敢开第一枪。那么中共到底出动了什么样的海空兵力？中共没有明确的信息，美军也没有详细的说明。有评论人士分析认为，中共为了掩饰实质的软弱，模糊地称临近海域，没有准确地描述为领海。看来中共高层对美军可能的行动有所预料，习近平已经严令绝对不许开火。而美军对这次行动的新闻稿实际上更像是一个正式的声明。声明还表示，中共在南中国海的非法和广泛的海事主张，对海洋自由构成了严重的威胁。美国质疑并挑战这些违反1982年的海洋法公约的非法主张，继续捍卫海洋航行的权利和自由。美国证明无预先通知的海上通行不会受到任何声称的限制。12月16号，中共曾拒绝参加与美军的沟通会议，很可能就是不想交流类似的内容。但中共的拖延战术仅维持了6天，美军就用实际的军事行动发出了公开的强烈声明。而对于山东号航母忽然出动，美军恰恰利用这一时机做出了强烈的反应，并公布了自己的强硬主张。美军是一举两得，而中共军队两举全失。根据消息称，山东号的甲板上只停放了6到7架舰载机，不知如何在南海训练，又如何与美军对峙。中共的舰载机基地实际上是设在了青岛，而且数量不足。美军的情报显然准确地掌握了山东号的实际战备水平和航程，早已有备而来。南海军事对峙瞬间升温。耐人寻味的是，美军及时公布了麦凯恩号驱逐舰在南海航行的照片后，美国印太司令部推特很快又发布了更多的照片，显示麦凯恩号驱逐舰曾与日本的日向号直升机航母、法国潜艇在菲律宾海演练。如今，麦凯恩号驱逐舰忽然进入了南海，日本和法国的军舰是否也会随行呢？外界猜测，或许涉及别国军事秘密，美军并未证实这样的信息。也许法国的潜艇就在麦凯恩号驱逐舰的附近水下。既然中共没有发觉，美军和法军自然也无需透露，或许也是一种测试。不过，这样的信号无疑会令中共军队和中共高层心惊。法国潜艇可能就在南海，还可能就在南沙群岛附近，中共却丝毫不知。中共恐怕也轻易不敢声张，
只敢向美国抗议。目前，南海再度成为焦点，后续局势值得观察。根据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，美国国土安全部向美国商业界发出警告，促请他们使用中国关联企业的通讯设备及服务时要小心，因为有关行动可能危及数据安全。美国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沃尔夫22号发出一项针对中资公司的安全警告，提醒美国企业使用与中国有联系公司的数据服务及设备时，有可能构成网络安全风险，应采取加强资讯保安措施，减少将数据存储在中国。沃尔夫表示，中资公司长期威胁美国的网络和数据安全，通过收集美方数据，为美国企业和客户带来商业秘密、知识产权、机密商业资讯被盗的风险，并利用数据为中国大陆公司在全球市场上提供不公平的竞争优势。沃尔夫还说，中国的法律要求企业和个人遵从政府要求，提交数据，并协助执法和国安部门工作。警告允许中共官方未经授权存取个人和专有敏感数据，会使美国经济及企业承受被剥削的风险。沃尔夫敦促美国企业应该谨慎考虑与中国有联系的公司合作的风险。乔治亚州共和党众议员格林表示，2021年1月6号的两院联席会议将是美国国会议员的最后一次努力机会。他认为这是考验川普团队的试金石。根据《华盛顿邮报》报道，乔治亚州共和党众议员格林表示，外界正在关注1月6号议员们是否能站出来支持川普总统，并且不承认摇摆州选举人团票。这是美国议员们的一次机会。格林认为，因为在过去的4年中，共和党支持者忠诚支持的是川普总统。如果共和党人想破一个记录，表明他们支持的是谁，1月6号的表决将是他们的一次机会。格林和数位众议员21号在白宫拜会了川普总统，他们讨论了在1月6号挑战摇摆州选举人团票的问题。根据美国选举法程序，至少需要1名众议员与1名参议员在1月6号提交书面文件，质疑选举结果，从而引发两院关于选举争议的投票。在争议开始后，两院需要获得半数以上议员同意，方能推翻结果。迄今为止，已经有多位众议员宣布准备在国会挑战选举人团票。虽然有多位参议员称支持这一流程，但是目前还没有人公开就此发布声明。目前，川普团队仍在就选举中存在的不诚信问题进行司法申诉。那么好，以上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，感谢您的观看。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请支持我们的 YouTube 频道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点赞，打开小铃铛。您的订阅和转发都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婉婷，我们下期再见。